下聘之日，未婚夫执意要与我退婚，只因他看了一眼嫡妹便对他一见钟情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嫡妹早就有了心上人，为了不嫁给我的未婚夫嫡妹，让我助他假死脱身，和心上人双宿双飞。后来未婚夫位高权重，嫡妹怪我耽误了他的大好前程，将我囚禁后活生生折磨致死。重生后，我猛地睁开眼，看见一位少女装扮的唐婉玉正躺在床上嚎啕大哭，守在门外的丫鬟焦急地扣了扣门，提醒我大小姐，老爷派人来催了4回了。顾公子在前厅执意不肯离去，说非要二小姐点头答应这门婚事才行。随着丫鬟急切的催促声传来，豆大的汗珠也从我的额头滴落。明明是圣主天，我的心中却无端升起阴森的寒意，砧板敲打在身上的痛楚仍旧没有散去。唐婉玉对着我没有察觉到我的异样，她哭够了，才从床上撑起身子，抓着我的手继续哀求我理解，若是母亲在世，一定不会让我嫁给顾胜的。我低水眼眸看向她脖颈处的玉佩，那是母亲留给她的遗物。我曾在那玉佩前发过毒誓要照料唐婉玉一生一世。家中后宅不宁，父亲宠妾灭妻嫌我母亲出自商户之家，却又贪图巨额嫁妆，哄骗母亲嫁给他。姨娘一心想要顶替正妻地位，在母亲的催产药中下了毒。那时我不过3岁，靠在母亲床边，哭得声嘶力竭，手缝中沾满了母亲难产血崩流下来的鲜血。母亲艰难地将自己的贴身玉佩塞进了我的手中，嘱托长姐如母，母亲死后，你就是你妹妹最亲的人了。我死后，你一定要把你妹妹从姨娘手上抢回来，不要让她忘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究竟是谁，不要让她被引到不归路上去。母亲死后，父亲虽然知道母亲的死因由姨娘一手策划，却不闻不顾，将母亲草草下葬了事。我和刚出生的唐婉玉也被交由姨娘抚养。眼看着唐婉玉日渐长大，却认贼作母，而对我多加疏远，我心中的恨意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。13岁那年，我查明了母亲当日难产死亡的真相，用家族名声逼父亲做出抉择，这才将姨娘赶去了庄子上为奴，永世不得再入唐家。唐婉玉也终于知道了当年的真相人，回了我这个嫡姐，从此以后和我在唐家相依为命。10年来积累起来的所有愧疚和遗憾，被我转变成同等的爱，投射在唐婉玉的身上。但重生一世，我突然发现唐婉玉配不上，我对她的爱也配不上母亲的爱。她自从被姨娘抱走抚养之后，骨子里流的便不再是母亲的血脉了。她在日复一日的洗脑中成了姨娘的女儿，同姨娘一般卑鄙龌龊，两面3刀，同样的对我恨之入骨。什么乖巧懂事，相依为命，那不过是为了哄骗我，心甘情愿的为她付出罢了。我对上唐婉玉的视线，将手从她手中抽了出来，说道：嫡姐愿意帮你，但在这之前有些苦楚，你不得不受，你愿意吗？唐婉玉咬了咬牙，犹豫半晌后点头道：只要能让我和林子在一起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我看着她满脸泪痕的脸，笑得越发肆意，下一秒我就拿起手中的瓷碗往地上砸去，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唐婉玉的脸按在地上的瓷器碎片上，高声大喊：妹妹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就算是不愿嫁给顾公子，也不能寻死啊！鲜血刹那间喷涌而出，唐婉玉捂着自己的脸，蜷缩在地上，声嘶力竭的惨叫。等到婢女们都听到叫声从门外冲进来时，都已经控制好了自己的表情，一脸悲伤的将唐婉玉抱在怀中，涕泪连连将帕子使劲按在她的伤口上，紧张到快叫大夫。唐婉玉痛得神志不清，死死捂着自己脸上的伤口，大叫：我的脸好痛！我看着她脸上被瓷片扎出来，大大小小的血窟窿，勾唇一笑。前世她以死相逼，让我帮她，我为了救她，在挣扎之中被她用来寻死的簪子割伤了脸，深可见骨的疤痕一直从眼下延至鼻梁，无论用什么膏药都无法消除，我也因此沦为上京城的笑柄，名列丑女之首。如今也算是轮到她了。老板与寻死的事情立刻传到了前厅，父亲进门便动了，怒指着唐婉玉的鼻子怒骂道：星号东西，顾公子能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这样寻死觅活的姿态是做给谁看？马婉玉立刻委屈的叫了起来：是唐婉容害的。我……此话一出，空气之中沉寂了几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疑惑的看向我。在母亲亲去世后，我的性格逐渐乖张顽劣，喜怒无常，设计将谋害母亲的姨娘赶出府后，我的名声在府中越发狠厉，无人敢招惹，但蛇蝎心肠的我却对唐婉玉骄纵宠溺，将她视若珍宝。无论怎么说，都不可能是我下的手。我拿起手帕挡住脸，痛哭道：嫡妹何出此言？从小到大，只要是妹妹喜欢的东西，我无一不是拱手相让，又怎么会为了一桩姻缘对嫡妹下此毒手？嫡妹自己不想嫁给顾公子，大可直说，又何必栽赃嫁祸到我的头上，寒了我的心。唐婉瑜还想说什么，又被父亲出言打断：够了，这样一桩好姻缘你都不肯珍惜，还想污蔑你理解，终究是我平时把你宠惯了。我也立刻附和道：嫡妹，别再任性了，
对你对我们全家来说，这都是一桩好姻缘啊。说到好姻缘几次，我特意加重了语气。唐婉玉立刻急了，她现在满心满眼都是她的心上人，想要做画本子里的才子佳人，等到秀才金榜题名风光光的迎娶她做状元夫人，哪能听得自己嫁给他人的话，她从床上跳起来就要往外冲什么好姻缘，我这就出去把那个姓顾的走。我当然看他从我面前经过，在他即将掠过我身旁时，我抬手给了他一巴掌，是我和父亲平时宠你宠的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为了一己私欲，置我们全家于不顾儿女婚事，都是父母之命。媒妁之言，你一个闺阁女儿家出面退婚算什么样子？今日退婚之事传出去了，你要父亲和弟弟在官场上怎么做人？你要星号后如何自处？他脸上本就带伤，此时对我猛然一答，原本包好的伤口纷纷裂开，渗出鲜红的血迹，人也在地上滚了一圈，狼狈不堪。他尖声惨叫，捂着脸看向我，厉声质问：唐婉容，你疯了？你居然敢打我！我沉下脸，拿过一旁的手帕，仔细擦手后道：教训妹妹是我身为长姐的责任，在出嫁之前，你就在你的闺房里好好待着，哪里也不许去，仔细养好你脸上的伤，别让顾公子婚后将你退转回来，丢了我们唐家的脸。我陪父亲回前厅向顾公子赔罪。回前厅的路上，父亲看向我的目光灰暗不明，良久后，他才伸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2下。婉容还算是你懂事。我淡然颔首，了一声，算是应答。自从母亲死亡一事真相大白后，我为了母亲的死处处护着唐婉玉和父亲针锋相对，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一直冷淡。如今我突然站到他这一方，以家族利益为重，对唐婉玉恶语相向，他自然而然的以为是我幡然醒悟，懂了笑道：只可惜他不知道这一事我只是想要他和唐婉玉几人一起死罢了。当年要不是他宠妾灭妻，母亲的仇也不会足足等了10年才能报，如今来装什么父女情深给谁看？回到前厅，顾胜已经等候多时，他欣喜地看向我的方向，发现来人是我不是唐婉玉时，他脸上的表情又冷漠了下来，转身凑到父亲面前，对唐婉玉嘘寒问暖，全副身心都记挂在唐婉玉身上。从始至终，从未看过我这位前未婚妻一眼，甚至连一句敷衍的道歉也没有。我淡漠无言，对他的无视习以为常。我和顾胜之间本就没有什么过多的感情，就连我和他之间的婚事也是我蓄意谋划，只为了能借助顾家在京中的势力，为我母亲彻底复仇，灭了唐家满门，助我脱身而已。唐家在朝中虽算不上什么重臣，却因我祖父在某次出征时为先皇为父挡刀，给先皇看重封了爵位。而我父亲入朝为官后，在政业上也一直兢兢业业，如履薄冰，让人抓不住一点错处，想要复仇，我便只能借旁人的手逼唐家一把，送他们不得不走上绝路。顾胜便是我选中的最好用的那把刀。顾家祖父乃是2朝元老顾胜，为人才高8斗，翩翩少年，京城中公认的天之骄子，只要和他联手，唐家覆灭指日可待。但我没想到他会爱上唐婉玉，而唐婉玉也成了我整个计划中唯一的变数，也让我看清了顾胜的为人，他并不值得我信任合作。就算没有唐婉玉的出现，他也仍旧会送我星号。我还清晰的记得我死去前一刻顾胜对我说过的话，他眉眼淡薄，冷漠嫌恶的踩上我的脸颊，逼道：我本想念在旧情，在三皇子登基后给你个痛快上路，但没想到你居然还设计陷害了婉玉，就别怪我无情了。每说一个字，他脚上的力气就越发用力。等到他说完后，我口中的牙齿已经全部断裂，牙齿顺着血水落进肚里，疼痛难忍。如今想来，口中的牙齿仍会隐隐作痛，不能牢牢掌握在手中的刀，握久了只会伤到自己。顾胜要早一点除掉才行。在顾胜即将坐上李府的马车时，我怕小厮拦住了他。顾胜不耐烦地停住脚步，倨傲地看向我道：唐婉容，我和你之间的合作不会因为婚约取消，我会助你杀了唐家满门，而你也要遵守约定，将你母亲留给你的遗产全数分给三皇子，助他登基。我摇摇头，从眼眶中挤出几滴眼泪，拿出一叠银票，对着顾胜轻声说：我只是有事想要嘱托你。婉玉自幼没了母亲，和我在府中相依为命，受姨娘蹉跎，一向低声下气，谨小慎微，这是我积攒下来的全部积蓄。如今你我关系复杂，心中之人对婉玉意见颇多，还请顾公子在京中多多美言几句，澄清谣言，好让婉玉那日风光出嫁，不受他人诟病。顾胜挑眉看向我收起银票，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。本公子定不负唐大小姐嘱托，不出3日，全京城人都会知道我和婉玉之间的婚事，我要让婉玉做全京城最得意最风光的新娘。顾胜走后，我又蒙上面纱，出门绕进小巷中，从袖中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碎银子，扔给在小巷中乞讨的乞丐们后，我的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笑意。我要你们只做2件事，将唐二小姐与书生暗通取款一事编成童谣，在全京城内颂唱，更要在唐二小姐出嫁之日，绕着二小姐出嫁的花轿嬉笑颂唱，激目顾胜很。
很快，京中便兴起了2则传言，一则是顾胜散出的称自己一开始娶的就是唐家二小姐，并非唐家大小姐，而他与唐家二小姐更是天赐良缘。2人在诗词会上因诗结缘，一番机缘巧遇之下，2人情根深种。他对天发誓，此生非唐家二小姐不娶此等神仙眷侣，但心中不少待字闺中的女子们羡慕不已。第2则是我放出的说顾胜乃是无耻小人，唐家二小姐早已有了婚约，而他见色起意，强取豪夺，不惜用唐家二小姐的心，让人的性命相逼她嫁给自己此等有才无德之人，怎配求娶唐家二小姐，污了唐家的名声。2则截然不同的传言叠在一起，一时京中众说纷纭，大家对他们2人之间的过抢就格物不好奇，一时之间街头巷尾都流传着他2人的名字，更有甚者，放言要在唐婉瑜和顾胜大婚当日掀了花轿，看看唐婉瑜出嫁当日究竟是自愿还是被迫。为了验证传言真假，京中还特开了赌坊，但大多数人都更相信唐婉瑜是被逼嫁的。一时间，真爱传言的赔率居高不下，顾胜暴怒不已，几次3番想要找到传言背后的始作俑者。但京城内的乞丐数量众多，行踪不定，其中传递的消息更是鱼龙混杂，谁也说不清究竟是先开了这个头几次搜寻后，顾胜也只能作罢。久而久之，他心中也起了疑心，怀疑唐婉瑜与他人私定终生，多次上门拜访，想要探听虚实，却都被我和父亲笑眯眯的敷衍了过去。我父亲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前途，他绝不可能放弃摊上顾家高枝的机会，让顾胜悔婚。至于传言真假，他则信誓旦旦的相信顾家人会出面摆平。将顾胜送走后，我去见了唐婉瑜，将所有丫鬟婆子遣退后，我才施然进了屋。唐婉瑜虚弱的躺在床上，见我来了，立刻愤恨的撑起半个身子，抓起手旁的药碗朝我扔来。唐婉容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我抬头直视，看向唐婉瑜愤怒的目光，她被纱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，脸上露出2只通红的眼睛，里面写满了不甘。我勾唇一笑，从怀中掏出一份书信，递到唐婉瑜的手中。不这么做，我怎么能帮助你假死脱身，和你的心上人双宿双飞呢？你和顾胜大婚当日，我会设计故人，设计一场动乱，届时你趁乱出逃，林子会在河边等你。唐婉瑜眼神一亮，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，抓住了我手中的书信。我继续微笑道，这是林子出的法子，只有现在让你毁了容，让人看不清你的容貌，大婚当日才好找一具假尸首替你混过去。唐婉瑜听到林子的名字，眼中立刻浮现出羞涩之色，但很快他又惊恐地抓住了我的手，喃喃道，狄姐，可是我这脸我不能顶着这张脸做状元夫人，李姐你替我想想办法。我贴心地拍了拍他的手，拿出一瓶药膏放在他的手心，安慰道，狄姐早就为你想好了，这药膏是狄姐在名医处求来的，只要你日日拿着这药膏在脸上涂抹，不出半语，脸上的疤痕便可全消了。唐婉瑜眼中露出欣喜之意，立刻将药膏抓进自己掌中。我看着唐婉瑜喜悦的表情，竭力抑住嘴角的微笑。唐婉瑜这个星号，我怎么可能对她这么好心？那是我特意请人研制的毒药，她脸上的伤疤的确会随着药膏的使用逐渐消失，但只要1天不用，她的脸上便会立刻爆出脓疮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直到肌肤腐烂生蛆，再到扩散至全身，成为一滩烂肉，缓慢且绝望。一同前世，他让顾胜对我打下的那1460个砧板有了唐婉瑜的配合，所有事情都进行得顺风顺水。到了唐婉瑜出嫁当日，她脸上的伤疤乍一看去已经好全，和从前妇孺凝脂的美人模样别无二致，但只有我知道她面上的肌肤之下隐藏着多少恶臭的脓疮正蓄势待发。唐婉瑜握着我的手，喜不自胜，过了今日，我就能和画本子里的才子佳人一般幸福了。理解我，真不知道该怎么讨你才好。她笑得越发含羞带怯，让人为之动容。我一笑的眉眼隐隐，目光看向前院停留的花轿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。花轿行至中途，被我打点过的乞丐们便冲进了迎亲队伍之中。顾家派来的侍卫数量虽多，却始终不及这上京城中的乞丐数量之多少。稍不注意，一群衣衫褴褛的乞丐们便将花轿团团围住，围着花轿载歌载舞，唱起童谣来。顾胜走在最前头，见到花轿被围，立刻策马奔来，他一脸焦急，口中怒斥，滚，都给我滚手！有碰了花轿便斩手脚，挨上了花轿的便斩脚。但很快，顾胜便面色铁青的勒停了马匹，只因那则以唐婉瑜和林子为主角的童谣已传进他的耳中。乞丐们将顾胜团团围住，指着他身上新郎官的红袍，笑得前仰后合，嬉笑道，新郎官捡破鞋，顾家公子可真是大善人。顾胜火冒三丈，抢过侍卫手中的刀，就要朝乞丐们劈下，乞丐们连忙慌作鸟兽散，有碰了花轿便斩手脚，挨上了花轿的便斩脚。但很快，顾胜便面色铁青的勒停了马匹，只因那则以唐婉瑜和林子为主角的童谣已传进他的耳中。
乞丐们将顾胜团团围住。落在花轿里，唐婉玉逃婚了，跟着顾胜一起迎亲的世家公子哥们也纷纷策马赶至顾胜身前，在看到顾胜手中的喜帕时纷纷愣住，酒楼铺子中围观的百姓们也皆是一片哗然。紧接着是此起彼伏的议论声，唐家二小姐定是被他强占的，若真是两情相悦，又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逃婚？亏他还是名门贵族的子弟。星号就是猪狗不如的星号东西顾生，可以在迎亲队伍之中，脸颊长成了猪肝色，牙关咬得咯咯作响。找给我掘地3尺的，找到唐婉玉的人，赏金100两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我坐在马车上，眼唇微笑，抬眼看向马车角落里，我被花大绑的唐婉玉和林子清声道：“我的好妹妹听见了吗？”唐婉玉又惊又惧，她死贴在角落里，把自己蜷缩成一团，面目狰狞，对着我破口大骂：“唐婉容，你这个星号竟敢出尔反尔！”我咧嘴一笑，拿着匕首挪到他的面前，将刀子贴上他的手臂，轻飘飘道：“我怎么出尔反尔了？我不是帮你逃了吗？是你和你的心上人没有用，逃不出3里的便对我派出去的人抓了回来。”唐婉玉突然发癫似的笑了起来，她狠狠呸出一口唾沫，目眦欲裂：“唐婉容，你这样对得起母亲对你的嘱托吗？就这样谋害和你一母同胞的亲妹妹母亲，心在九泉之下，得知你如此对我，一定会恨自己为什么死前没有将你掐死一起带走。”我觉得可笑，他说的如此义正言辞，不知他的前世对我痛下杀手时，可曾想过我和他之间的姐妹亲情。忽然马车中传来一阵骚味，我瞥眼看去，却发现唐婉玉的心上人临死正蜷缩成一团，双腿间的布料被不知名的水渍打湿，留下一片看暗色，他居然吓尿了。见到我将目光投向他，林慈更加恐惧，他低下头拼命地将自己的双腿合拢遮盖，自己的不堪嘴中念念有词：“大小姐，我错了，求您放了我吧。”他累了，朦胧，竟不知好歹的往前跪走了几步，将脸贴在我的鞋面上，祈求我对二小姐无意这一切，都是二小姐勾引我做的事。她逼我的那日灯会上，二小姐说见我长得俊俏，几次令丫鬟引我私会，我这才祝融蒙了心。唐婉瑜张着嘴，不敢置信的看向林子，继而愤：印度大妈逝世都是我逼你吗？我去庙中私会诱拐，我和你白日宣淫的时候，难不成也是我逼你不成的？我腹中已经有了你的骨肉，说不惜一切也要和你私奔时，你是不是谁的欢喜吗？林子经历一票，立刻矢口否认，若不是你苦苦纠缠，我连看都不会看你一眼。我看着脚底相互指责怒骂的两人，嘴边笑意越来越深。怪不得上一世，唐婉玉在假死后便后悔，原来他心中玉树临风，才高八斗的心上人，实则是个扶不上墙的懦夫败类。在他们二人假死脱身后，便露出自己的真面目，对唐瑜多有指责和嫌恶。至于许诺给唐婉玉的状元夫人的名分，更是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但那又如何？路都是他自己选的，日子再苦再后悔，也不该用我的命换自己的前程。唐婉玉总嘴角抽搐，双目血红，他忽然抱起，扑到林慈的身上，和他扭打在一起。我笑着用匕首在他们身上一人剜了一刀，将他们分开沾满血的刀刃拍在他们惊恐的脸上，透出诡异的奢靡感。别急，想死了，你们一个个慢慢来。很快，唐婉瑜和林慈的尸身就在断崖，大家底发现了他们是殉情跳崖的，哪怕浑身的骨头都断成拇指，大小面上也被力士割破，血肉模糊，两人的手也仍旧十指相扣，怎么掰也掰不开。与此同时，旁还留有一封林慈亲手写的血书，字字泣血，诉说他和唐婉玉之间的凄惨爱情。二人的爱情故事流传在京中各式茶楼楚馆中，听着伤心，闻者落泪，而顾胜出了这么大的丑闻，自然而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就连牙牙学语的小儿都知道他这么一号人物，唾骂他是猪狗不如的东西，甚至特意撒尿在顾府门前，连带着顾氏一族的名声也被他拉低了不少。顾胜的父亲在听说顾胜的事迹后，更是怒急攻心，将顾胜则打了30杖，关在家中闭门思过，无论他们怎么补救，这是闹得太大还是传尽了皇帝耳中。皇帝勃然大怒，认定顾胜乃是有才无德之人，任凭顾家人怎么求情，皇帝的怒火都没有平息，一封圣旨传下，并顾胜永世都不得入朝为官上一事。顾胜曾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之位，如今却永远不能再踏入官场之中，也算是他的一番报应。太子约我这茶馆相见，将这事转告给我时，我不满地啧了一声，这处罚还是太轻了些，2条人命只换来30个板子，何不得入朝为官的旨意。就算当不了官，他背后还有顾家养着他时日长。常等众人都逐渐忘了这事后，他总是能靠其他机会东山再起的前世，他变为是三皇子，出谋划策，夺得本该属于太子的皇位，一举成为朝中新贵。这一时，他也早就
由三皇子暗中勾搭上了，翻盘再起不过是时间早晚之事。要想让顾胜永坠地狱再起，不能还需再费些功夫。思索间，我手中的糕点落在了地上，看着落在地上的糕点残渣，我不满地皱了皱眉头，抬脚踹向地上跪着的人影滚过来，舔干净地上的人影，这才颤颤巍巍地爬过来。他龇牙咧嘴，脖子上戴着半寸长的铁锁，脸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脓疮，挤满了他。一张脸几乎看不清，人形猩黄色的液体顺着脸颊不断滴下，被他爬过的地方拖出一条混杂着脓液、血水、尿液的痕迹，恶臭不堪。谁也想不到，趴在地上的人会是我那个爱殉情的嫡妹唐婉玉。不过，就算我现在把她牵出去，说这是唐婉玉，也不会有人相信了。我们一起演，更加用力地踹了他一脚。做狗便要有做狗的觉悟，他对我有。大三在地口中呜咽阵阵，却发不出一点人声，大张的嘴中只剩下一片黑暗。他的舌头早就没了，那是死在崖下的人，只有林慈一个人。唐婉玉的尸身，万藏岗死尸的身体顶替的折磨仇人，当然不能让他死得太过痛快，否则难解我心头之恨。我要将他日夜折磨，看他眼睁睁看着自己跌落泥潭，再也翻身不成跪在地上仰望，我才足够，这才够畅快。太子看我动唐婉玉好一会儿后，才轻笑出声，拽住唐婉玉脖子上的锁链，拉回了他那边，将自己面前的糕点尽数移到我的面前。唐大小姐这可和你许诺给我的结果不一样。三皇帝在朝中的势力不减反增，对我处处示威，为了帮你扳倒顾胜，我可是在父皇面前费了好大一番功夫，买通了不少官员上折。盒子落井下石，这就是你给我的回报。我拿余光瞥了他一眼，拿手蘸茶，在桌案上写下一个唐字和一个名字，笑道：太子殿下不必心急，压轴的好戏都在最后登场，我拿他唐家人的命担保，您只需要等着顾胜和三皇子自投罗网就是了。重生后，我便放弃了依靠顾胜复仇的打算，转而将目光投到了太子身上。如今朝中风波不断，朝中6位皇子的才能参差不多，不起三皇子势力强大，能在朝堂上和太子分庭抗礼，同样的也只有太子能扳倒三皇子太子氏，是我能接触到的最高阶层的人，也是我最好的垫脚石。确定了人选后，我便暗中向太子递出了投名状，用自己前世的记忆为他未卜先知，希望他能助我一臂之力，让他登位后，让我能像先朝女将一般入朝为官。自从这一世重生后，我便在一直重复的思考着一个问题，这一世复仇成功之后，我该做什么？上一世大仇的报之后，我的心中便只剩下长久的孤寂与迷茫。为母亲复仇成了我的人生意义，而人生存活的意义在一夜之间陡然消失后，我忍不住困惑，难道我该顺从这个世界女子的命运，找到一个和我相爱的男人，和他相守一生吗？思索间，我恍然想起杨死前那张青子的死不瞑目的脸，后背瞬间如湿，惊出一身冷汗。不，我绝不愿意走上娘的老路花花，不能了事的时间好不容易从泥泞之地挣扎出来，凭什么又要回到暗无天日的后宅之中？凭什么我要和知世道中的其他女子一样，为了男子手中漏下了些许全是真破头，将自己困在情爱中，蹉跎一生？我唐婉容绝不会让自己沦落至此，我要将去全是握在自己手中。在我预言的事情一一实现后，太子立刻打消了心中的疑惑，和我达成的同盟承诺会在他继位后开设女学，任命我为女学监。我笑眯眯把糕点盘子抱在怀中，坐在窗边欣赏楼下顾胜气急败坏的模样。他正因为茶楼门上的银联大发雷霆，认定这家茶楼是在暗中嘲笑自己被当众逃婚一事和为店家写1年的书生打得不可开交。他出了这么大的丑，按照他这睚眦必报的性格，连街边的无辜路人都不放过，又怎么可能放过造成他出丑的幕后主使？他一定是要想方设法找唐家报仇的。我且等着他来自投罗网，替我灭了唐家满门。果不其然，属于后父亲便接到了调任的旨意，是30的意见要将父亲调去苦寒的青州任职。看着父亲接过圣旨的那一刻，我知道替母亲报仇的机会来了。前去青州上任的途中，我们遭到了埋伏，家中奴仆哪能敌得过三皇子？手下精心训练的士兵们不过多时，我们带去青州的侍从便死了大半，只剩下他。太子留在我身边，保护我的人马护着我们，拼死逃到了河边。我头也不回的跟在我那便宜爹的身后，跳进河水中，水中暗潮涌动，我紧紧的朝着父亲的方向潜水游去。在他即将爬上岸的那一刻，我猛然从小腿里拔出尖刀，寒光乍现，尖刀已经牢牢刺进他的喉中，手心因为兴奋忍不住颤抖。我死死抓住他的头皮，按在淤泥里厉声问道：父亲，你还母亲吗？当年要不是因为您宠心灭妻，怎么会害得他无辜枉死？母亲死前亲子肿胀的脸，至今仍旧环绕在我的心头。午夜梦回之时，我便能听到母亲临终前的哭泣，只要闭上眼睛，母亲的脸上就会出现在我脑中，时时刻刻提醒着我，
不要忘了自己的仇人。害死母亲的人不只是只有姨娘，还有我那惺惺作态又当又立的父亲，他才众悲剧的源头。倘若不是他为了一己之私哄骗母亲嫁给他，母亲和唐婉玉的惨剧根本不会发生。整个唐家最星号的人就是他父亲说不出一句话，血花顺着他的喉管一路往上，在月光的映射下，如同绸缎上的刺绣一般耀眼。我轻轻地笑起来，记不起来没关系，马上您就能下去见到他了。我伸出手在他的身上摸索一番，在他身上找到上任的圣旨和信物后，我松开抓住他的手，放任他像一头死猪一样沉入水中，很快他的尸体就随着岸都消失不见，再也溅不起一点水花。我看向手中的玉石雕刻而成的信物，笑道，好父亲，只有你死了才能帮我的忙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我立刻将身上的信物收好，在太子人马的保护下，一路朝京城的方向赶去。我要用唐家全家人的命帮太子扳倒三皇子和顾家。我贴身伏在马背之上，勾起嘴角，顾胜，你等着瞧吧，这一次我要让你死在我眼前，我和你之间的仇定要你血债血偿。等我赶回京城之时，已经是半月之后了。三皇子借着我父亲的死大做文章，指认是太子为幕后主使号召，朝中大臣们追随他，逼皇帝废除太子朝中风向，立刻分为两股势力剑拔弩张，但因唐家如今已经死无对证，太子在此事上逐渐失利。眼见太子之位岌岌可危之时，我带上任圣旨及信物正立在开封府前鼓声明，我手持圣旨，会在门前震声道，臣女乃唐家遗孤，唐婉容唐家无辜枉死，臣女不忍苟且偷生，亦不愿眼看星号作孽，把握朝政，还请圣上请听臣女一言，为唐家查明真相，还太子殿下一个真相。击鼓当日，皇帝便亲临开封府中，皇帝及其三皇子太子等人正立在高台之上，皇帝微眯着眼，他向我的眼底是疑惑与探究。在见过我奉上的圣旨和信物后，仍旧对我保持怀疑。我规规矩矩在地上磕了几个头，坚定道，臣女知道仅凭信物无法让皇上相信臣女的身份，臣女愿自请受杖打滚定之刑，以此证明臣女的决心，只求皇上在听完臣女证词后，能还太子殿下一个清白。话说完，我便从地上站起，脱去外衣，毅然决然地往一旁从冰板方向扑去。砧板入体的瞬间，前世痛苦的记忆骤然回归，在脑中不断重现，如同扒皮抽筋般的疼痛，几乎要击溃我的神智，但我却觉得心中畅快无比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倘若不付出点代价，怎么能让皇帝信任？我怎么才能将三皇子推上风口浪尖，再将他和他身后的顾胜一并揪出，送上断头台？在我满身伤痕从钉板上滚下来后，太子立刻大步流星走下，将他身上的衣袍盖在我身后，他砰的一声跪在了我身旁，振振有此道父皇此等忠义之女，千百年难出其一，还请父皇听他一词。而臣子言不是为了儿臣自己，更是为了父皇您千古明君的声望。良久后，皇帝的声音传来，唐氏女，你上前将你当日所见所闻一五一十道来。我拖着满身血污的残躯，再度站起指甲，死死掐紧掌心，才能抑制住我心底的激动和兴奋。我浑身战栗，不停拿出从前顾胜从前写给我的书信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他意图陷害唐家为三皇子铺路的谋划。指认道，唐家一案乃是三皇子背后幕僚顾胜所为，这些书写信都是臣女的嫡妹拼死从顾胜府中传出来的证据。臣女也是在逃亡途中才偶然得知臣女的嫡妹并没有死，当日她怕被顾胜报复后假死跳崖，后被顾胜发现，顾胜怒之下便将嫡妹囚禁在府中折磨泄愤。如有不信，大可在府中搜查一番，看看臣与所言虚实。太子立刻率兵前往顾胜府中搜查，不过半刻，便在顾胜府中发现了快要变成一滩烂肉的唐婉玉。唐婉玉此时已经是奄奄一息，在看到我之后，她浑身上下剧烈的颤抖起来，张大嘴巴止不住的发出惨叫声。我连忙冲上前，死抓住唐婉玉的双手，哀声道，嫡妹是姐姐来晚了。一旁被压着的顾胜脸色骤变，这分明是蛮夷奴隶，怎么会是唐婉玉？我立刻潸然泪下，我死也不可能认错，这就是我妹妹太自恃。十分配合的将顾胜身旁的小厮拽了出来，那小厮早已被太子调包，换成了他自己的人。小厮跪在地上瑟瑟发抖，连滚带爬的爬到顾胜脚下，哭诉，公子是小人，没有小人才打算带着唐二小姐出府，就被人抓了回来。顾胜张嘴还想辩驳，但很快他就说不出话来了。太子手下的清兵已经冲进顾胜的书房，在暗格中搜寻到了不少顾胜和三皇子之间来往的书信。我捂着脸走向顾胜，凑到他耳边轻笑道，顾公子察觉到自己日夜发泄的沙包是自己心上人的感受，如何在茶楼见面后，我们外遇扔给了太子，
让他找个法子将唐婉玉换成蛮夷奴隶的身份，将唐婉玉当作生辰礼，秘密送给了顾胜。顾胜果然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，失去了人药上的唐婉玉成为了他发泄怒气最好用的沙包。唐婉玉既不会逃，也不会反抗，又经久耐揍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声音像极了顾胜最恨的唐婉玉，简直让顾胜爱不释手，哪怕唐鱼都变成一滩烂肉了，也要把他留在府中，也正好给了我可乘之机。有了我和唐婉玉做证人，唐家一案彻底翻盘，在查案途中，还顺藤摸瓜出不少三皇子曾已经做过的恶事，贪污赈灾款，靠买官卖爵收买人心等等，甚至还暗地里勾结上了边塞人议，图谋权篡位。而这所有的事情，都有同一位为三皇子出谋划策的人，那就是顾胜皇帝勃然大怒，在朝会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摔，只为自己辩解求情的折子，直接将三皇子贬为庶人，终生幽禁在宗人府。至于顾胜，他的结局可更加惨烈，整个顾家都被他拖下水，株连九族。年满14岁以上的男丁尽数斩首，年满14岁以下的男丁协同女眷流放至边塞为奴，他的名字将被永远钉在顾家后世子孙的耻辱柱上，受后人唾骂不耻。得知这个结果时，我一点也不意外，同样的，太不意外。他坐在马车一端，眼里要笑不笑的看着我，这一局还得多躺你，否则我也不能这么顺利的将三皇子扳倒。我淡然道，这都是他们应得的报应。上一世三皇子在朝堂中呼风唤雨，占据上风，朝堂中无人可以压制他，他做的那些事情便没人知道，知道的人也不会抖出来。现在他做下的恶事都成了送他上路的把柄，真可谓是善恶中有报应不浅。顾胜入狱后，我去牢中探望了他，最后一面顾胜衣衫褴褛，满脸污泥的趴在地上，一双手烂如腐肉，和唐婉玉死前一样，浑身散发着一股臭不可闻的腐味。皇上对他的所作所为震怒不已，在他行刑之前，他同样要受尽苦楚，每日30个板子和30个用铁板掌嘴，还有加刑等种种刑法无一遗漏。见我来了，顾胜双手已经腐烂，却还想我常打我。我微微一笑，嫌弃的将他的手踢开了。顾胜不甘心地怒骂唐婉容，你这个毒妇，我从未做过对不起你的事。我鄙夷的低头看向他，不紧不慢道，多唐夸赞不知道，是不是在牢中待久了，顾公子的记忆也不大好了。既然你问我，那我便告诉你，只要你活在这世上，呼吸便是对不起我。顾胜双目猩红，煞气冲天，猛然加速，想要将我扑倒，微微抬脚便将他踹得人仰马翻，躺在地上哀嚎惨叫。我勾起嘴角，看向他狼狈的惨样，实在忍不住拍手叫好。我轻蔑地看了他一眼，对一旁看守大牢的侍卫嘱咐道，他身上伤势如此之重，倘若不加以照料，恐怕撑不到秋后问斩。那日你们这就去提1桶盐水来为公子好好洗洗伤口，替他清理腐肉，也免得下次行刑时拨了你们的板子，务必要叫他活到斩首。那日，顾胜听到这话，顿时瞪大了双眼，连惨叫也顾不上了。大胆，你们谁？暂停，这个毒妇只是没有皇家口谕，谁都不能动。我转过身，惊诧地看向顾胜，从怀中掏出一个牌子放在他眼前，笑眯眯回答他，我乃太子殿下亲自举荐了女学监策，还如见太子殿下谁有异议。自从唐家一事查明之后，我便被皇帝封了郡主，养在京中，而京中也再无他人能和太子抗衡，太子代行监国之权继位一事指日可待。有了君主手上的实权，我便能为自己做更多的事。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便是向太子要了女学监一职，为女学一事做准备。太子放下手中的纸笔，揉了揉太阳穴，叹了口气，和我认真商议道，唐婉容，你真要走上这条道路吗？以你如今的能力地位，你大可安安分分守在京中，享受郡主的权利，为自己挑选一个好夫婿度过余生，不必踏入朝中这一滩龙潭虎穴之内。我毫不避讳的抬头，孩子的双眼，太子和顾胜三皇子本质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一样的人，他们被这个世道拘束着，纵然太子对我多加赞赏，愿意答应让我做女学监，但他的内心仍旧对我有异议。或许是不愿让我以女子之身挑战他们的权威，害怕有朝一日女子与男子平分秋色，或许是质疑我身为女子的能力，下意识的认为我只配得到后宅那微不足道的权利，但我和其他女子都不同。我是唐婉容，我想要得到的东西，不论用尽什么样的手段，我都要拥有。再牢牢握紧手心，哪怕代价是让我头破血流。我朝太子问道，太子殿下，我孤身一人走上这条路上，且不怕您，再怕什么？我不怕受这世代中的男子苛刻，也不怕流言蜚语，做郡主也好，做侯门主母也好，这些都是我的，想要的也不是太子，您想要的，您我心知肚明，只有我继续留在朝堂之上，才能继续为您所用，延续我的才干和能力。如今您劝我回头，是怕日后我胆怯退缩，怕自己看错人了吗？
太子灰暗不明的目光看向我，良久后开口道，哪怕日后你会落得你将央众叛亲离，遗臭万年的下场，你也要做吗？我坚决地点了点头，答道一如既往，绝不回头。说到这里，我的唇角忍不住勾起，太子沉默良久后，解下腰牌递向我，目光是难得一见的温柔，那便去做吧。姑相信你以你的决心，或许有一日你归，忽不是众叛亲离，而是名垂千史也未可知。我将太子解下了腰牌，紧紧抓住手心，抬起头，大步往门外走去。前路漫漫，远方上有荣光在。